全民健保是台湾史上政治上的一个奇迹那一段期间，如果大家回顾一下历史，是没有人看好健保会成功的，甚至很多人希望它失败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个主导健保的叶金川先生带领着一群全新的团队，那在短短的2年之间呢，他就把它做成了。那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作，就是美国的公共电视他就选了英国、德国、瑞士、日本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才办全民健保10几年的台湾。从健保开办之后，从此就没有人因病而贫，或者是因贫而看不起病，这个是非常伟大的成就。我们如果回想这一段历史，我们可以很有自信的说，台湾健保在当时的确是世界第一。但是今天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全民健保，虽然我们说用保险的眼光来看，我们还是非常的好。台湾的全民健保是全世界最便宜、最方便的保险。买这个保险你绝对值得，不要相信别人跟你讲的说全民健保是社会福利。如果不是因为你手上那张健保卡，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可以看病像逛 7 一样方便？也因此，健保才会留给大家一个印象，就是看小病很浪费。那因为有了这个主流意识，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全民健保最好的政策应该就是使用者付费，尤其是企业界或者医界最喜欢提这样的概念。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全民健保的目的。全民健保的目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因为钱的关系而没有办法看病。但是因为我们享受了太久，我们忘掉我们的初心，我们就一直认为浪费是议题。那别人怎么处理？他也会用部分负担。但是部分负担本身是违反你原来的原则嘛？你本来就是希望民众没钱你都可以看得起病，所以你用的力道不能够太强嘛，因为他怕你负担超过你的可支出所得嘛。所以全世界用部分负担一定有上限嘛。但是别的国家把总额框起来呢，他总额用完的时候呢，医院就关门。今天开始这个什么换膝盖的、白内障的，这个都不开了只有紧急的再来看。但是台湾的政府更聪明，他就把责任丢回给医界民众就医不受限，预算用完了开始打折嘛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进不来，就是我们新药跟新医疗科技。所以我们就为了省钱，这些新药就慢一点进来。我们是用生命在省钱，这当然是不对的。但是这一点社会上并没有共识，这个是我们现在全民健保最大的挑战。没有共识的结果，医院经营困难，所以他就只好靠这个停车场跟美食街在赚钱嘛。你如果让医院有一个健康的，你不要说赚太多钱，你至少有个3%、5%的利润嘛，他就有办法替这些护理人员、医护人员来调薪，它就是一个健康的稳定的成长。我们今天大家不愿意给钱，医院就是紧缩，靠业外在赚钱。那再加上少子化，你就去想想看，10年之后谁来照顾我们自己？所以这个是健保最大的危机。政府一定要好好的跟民众沟通，这个保险是全世界好的不得了的保险，你没用到是福气，你得到健康。保险是为了不出险，而不是为了出险。不计较，心放开，全民健保就会有未来。我觉得财讯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一种民众教育。我想财讯50年前创办的时候，可能全台湾知道什么叫做股票市场的，可能1/1000不到吧。我想在几十年前，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劳工阶级嘛，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可以突破这么多的困境，走到今天变成晶片之岛，变成全世界不可或缺的供应链的一部分。我觉得财讯这个功不可没。在这里给予祝福，谢谢。